第8节食品感官分析。分析或描述试验。简单描述检验法是一种用于评价样品感官品质的定性方法。它要求评价员用合理、清楚的文字，对构成样品质量特征的各个指标尽量完整、准确地进行描述。简单描述检验法按评定方式可分为自由式描述和界定式描述，前者由评价员自由选择合适的词汇，后者由评定组织者提供指标检查表或专用术语。简单描述检验法的优点是耗时短，适用范围广，可以识别或描述样品的感官特性，也可以用于质量控制、产品变化的结果描述、差异检测或评价员培训等情况。简单描述检验法的缺点是对评价员的要求较高，需要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对产品特性的全面理解。简单描述检验法的结果分析一般是由评价小组组织者进行统计，根据每一描述性词汇的使用评数得出评价结果。简单描述问答表设计。简单描述检验法通常用于对已知特征有差异的形状进行描述，也可以用于培训评价员。评定小组需要专家或优选评价员5名或5名以上。在进行问答表设计时，首先应了解该产品的整体特征，或该产品对人的感官属性有重要作用或贡献的某些特征，将这些特征列入评价表，让评价员逐项进行品评，并用适当的词汇予以表达，或者用某一标度进行评价。评价员在品评样品时要独立进行，记录中要写清每个样品的特征。在所有评价员的检验全部完成后，在组长的主持下进行必要的讨论，然后得出综合结论。定量描述和感官剖面检验法。定量描述和感官剖面检验法是一种用于评价食品感官品质的定量方法。它要求评价员用一种特定的、可以复现的方式表述和评价食品的感官特性，并评估这些特性的强度，然后用食品的感官剖面图表达食品的整体感官特性印象。定量描述和感官剖面检验法可以分为一致方法和独立方法，前者要求评价员达成一个集体的综合结论，后者要求评价员在小组内讨论后单独记录自己的感觉。定量描述和感官剖面检验法的检验内容通常包括食品感官特性特征的鉴定、感觉顺序的确定、特性特征强度评价、余味和滞留度的测定、综合印象的评估和强度变化的评估。食品感官检验与仪器测定的关系。食品感官检验与仪器测定的关系是一个涉及食品质量评价的重要问题，它们各有特点和优缺点，需要根据不同的目的和条件进行选择和结合。一般来说，感官检验可以直观地反映食品的感官品质，但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难以定量和重现。仪器测定可以客观地表达食品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但难以模拟人的感觉和偏好。因此，感官检验与仪器测定之间需要建立相关性和替代性，以提高食品质量评价的准确性和效率。感官检验与仪器测定的特点比较。感官检验与仪器测定是两种常用的食品质量评价方法，它们各有优缺点，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感官检验是利用人的感官器官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听觉对食品的外观、气味、味道、质地、声音等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它可以反映食品的整体感官特性，也可以进行消费者的嗜好评价。但是，感官检验的结果受到评审员的个体差异、训练程度、心理状态、环境因素等的影响，因此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稳定性和不准确性。仪器测定是利用物理、化学、生物等原理和仪器设备对食品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指标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的方法。它可以客观地反映食品的要素特性，也可以用标准物质进行校正和比较。但是，仪器测定的结果不能完全模拟人的感官刺激，也不能反映食品的综合特性和消费者的喜好。感官检验与仪器测定的相关性分析。感官检验与仪器测定的相关性分析是一种研究食品感官质量与物理化学指标之间关系的方法，它可以帮助建立仪器辅助的感官评价标准和方法。
也可以提高感官检验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感官检验与仪器测定的相关性分析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选择合适的感官评价方法和仪器测定方法，对同一批食品样品进行感官检验和仪器测定，得到感官评价结果和仪器测定结果，对感官评价结果和仪器测定结果进行数据处理，如去除异常值、标准化、归一化等，使数据符合相关性分析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如简单相关分析、多元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等。计算感官评价结果和仪器测定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或回归方程，判断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强弱和方向。根据相关性分析的结果，确定感官评价结果和仪器测定结果之间的关系模型，如线性模型、非线性模型、多元模型等。建立仪器辅助的感官评价方法和标准。今天视频就介绍到这里，欢迎分享与传播，待续。